马里兰是个有故事的地方，它以英王查理一世之妻玛利亚皇后之名命名。街头有随处可见的天主教堂。第一代巴尔的摩男爵是天主教徒，因为受到新教徒的排挤来到这里。因为玛利亚皇后也是天主教徒，因此给这儿取名玛利亚的土地。此后，马里兰不但成为天主教徒的避难所，也因为制定了宽容法案这个以追求信仰自由为目的而制定的法律，从而被称为自由之州，被认为是美国宗教自由的诞生地。同时，马里兰首府巴尔的摩是美国国歌的诞生地。美国独立不久，到了1812年，英国和美国又打了一仗，史称第二次独立战争。1814年，英军攻打巴尔的摩，英军战舰向巴尔的摩郊外的麦克亨利要塞猛烈炮击，战斗持续了1天1夜。律师弗朗西斯当时正在英军战舰交涉释放被扣留的美国平民。当他在早晨看到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在要塞上升起，满怀激情地写下了一首诗。不久，这首诗配上了当时在美国十分流行的一首英国歌曲的曲子，大受民众欢迎。巴尔的摩卡尔音乐商店的店主将歌词与歌谱合在一起出版时，将歌名称为《星条旗》。1931年正式定为美国国歌。坐地铁穿越时空回到华盛顿特区，国家广场是特区的旅游核心，几乎所有的政治历史文化景点都汇集在此。华盛顿纪念碑高169米，世界上最高的石质建筑，最高的方尖碑，也会永远是华盛顿特区最高的建筑，因为1899年美国政府宣布，华盛顿特区任何建筑物的高度都不可以超过华盛顿纪念碑。它通体洁白，好似一根铅笔直插云霄。人们尊崇它，是因为它代表的那个人——乔治·华盛顿。战争中第一人，和平中第一人，同胞心目中第一人，这是华盛顿去世后时任国会议员亨利·里对他的评价。他受人爱戴，有权却不贪恋，连任2届总统之后辞职归乡，开创了美国总统权力和平交接的先河。可以说是他塑造了美国的民主，没有他，就没有今天的民主灯塔。为华盛顿立的碑也许不会万古长存，但华盛顿本人会永垂不朽。纪念碑内部中空，可以登上最高处远眺，但是我们抢票几次都没成功，今天只能放弃。华盛顿纪念碑东边，与之遥遥相对的是美国立法机构国会山，我们将到里面去参观，敬请期待之后的国会山内部探秘。哇哦，不错呀！接下来去看看北边的白宫，走了没几步，被告知白宫临时关闭了。哪里？后来看新闻才知道，当时一架私人飞机失控飞到白宫禁飞区后坠毁。不过没关系，白宫就在那儿，我们明天再来。杰斐逊纪念堂。杰斐逊是独立宣言起草人，他的纪念堂墙壁上雕刻的是独立宣言。他是美国国父，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，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。他写下了“人人生而平等”这样的口号，但他本人却拥有600名奴隶。他跟自己14岁的女奴生了6个孩子，却终生都不承认。他死后200年，基因技术证明了这个事实。聪明伟大如杰斐逊，也无法逃脱时代的窠臼。终结奴隶制要等到他死后的第39年，由林肯完成。现在我们就去瞻仰这位美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总统，没有之一，即使是华盛顿，也要排在他的后面。
林肯纪念堂在华盛顿纪念碑的西边，它们之间的喷泉广场，四周是51个州的石碑。找到加州了。再走过长长的反思池，在反思池的尽头回望华盛顿纪念碑，转过身就是林肯纪念堂。林肯是坐着的，比站着的杰斐逊轻松多了，可见美国人民确实很爱林肯，怕他辛苦。无论外观内饰都要高级很多。格底斯堡演说词，永远的经典，272个单词，字字珠玑，刻在石头上，也刻在人心里。这儿最美的是夜景，我们等了几个小时，林肯脚下的游客和头顶的飞机都络绎不绝。生前有个凶恶的老婆，应该是很孤独的人，死后却住得如此热闹。夜景真的很美，等待非常值得。心满意足回酒店，偶然刷手机抢到了别人退的华盛顿纪念碑的登高门票，圆满了。明天再见。